中国商品被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强行扣留，敏感时刻，美国为何要这么做？美国将朝鲜牵扯其中，背后又有怎样的打算？据报道，近日中国运动服装品牌李宁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遭扣留。从美国海关和边境安全局公布的声明中得知，美国对李宁体育用品的禁令已经生效。由于怀疑李宁的产品在生产中使用朝鲜的劳工，要求李宁公司在接到通知后的30天内自行证明商品不是由强迫劳工所生产的，否则这些商品将被扣押和没收。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对中国企业下毒手了。这一做法与2年前炒作的新疆棉花强迫劳动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体从新疆换成了朝鲜，硬是把朝鲜给牵扯了进去。众所周知，去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新疆棉花及番茄制品入境，其中外国不少知名品牌像阿迪与耐克、H&M 等多家知名国际服装品牌纷纷发出声明，故意抹黑中国新疆存在的所谓强迫劳动，并声称抵制新疆棉花，下架了所有新疆相关的商品，还表示会从供应链中进行筛查。去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做出了回应，称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美国所谓的强迫劳动，完全是美国个别政客和西方国家机构人员凭空捏造出来的世纪谎言。他们的目的就是限制打压中国有关方面的企业，遏制中国发展，而美国自己自导自演的莫须有谎言，还为此采取的恶劣行动，不仅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也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事实上，美国自己早就存在着强迫劳动的问题，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种植园奴隶制在美洲大陆野蛮生长。那个时候，黑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相当于是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还让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强迫他们劳动种植棉花和烟草等农作物。也正因为美国靠剥削压迫黑奴，实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尽管这么多年过去，美国立法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美国类似这样的局面仍然没有大的改观，强迫劳动在美国一直也存在着。所以美国无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真正应该做出改变的是美国自己。向中国泼脏水解决不了问题。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一些女子监狱中的囚犯冒着感染疫情的风险，被迫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为什么他们自己连一个口罩都不能拥有？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这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而美国政府连他们最基本的公民健康安全权利都保障不了。美国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人权卫士，还如何谈人权？更何况新疆是属于中国领土，也应该由中国政府管理，无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干涉。真不知道白宫里的个别政客是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对中国治疆政策指手画脚的呢？而中国也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如今美国海关扣押中国李宁产品，并指控涉嫌朝鲜劳工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白宫里的个别政客的别有用心呢？我们知道，俄乌局势中，美国是在不断的拱火的，利用他们最擅长的舆论战，制造了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局势紧张，也确实是从中获取不少利益。美国也一直没闲着。前段时间，尼泊尔还通过美国的 MCC 协议，无非也只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更何况尼泊尔比较敏感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是美国借助 MCC 协议，把尼泊尔改造成一根钉在中国和印度中间的钉子。不久后，令美国都没想到的是，决定宣布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后，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在对中国的石油销售交易中使用人民币，也就意味着全球第1大原油出口国向亚洲业务的重心转移，同时还可能削弱美元在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那么，沙特阿拉伯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爆料，沙特与中国就人民币定价的石油合同的谈判已经进行了6年，但今年却加快了步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沙特认为美国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军事支持，对美国的安全承诺越来越不满意，尤其是在美国去年突然从阿富汗撤军，就对美国逐渐失去了信心。
间接地说明了美国与沙特的经济关系也正在减弱。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沙特是中国2021年的第1大原油供应国，中国购买了超过25%的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如果以人民币计价，这些销售将显著提升该货币的地位。阿布扎比商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称，在油价强劲的时候讨论使用人民币交割石油，市场已经将此举视为沙特加深与中国的关系。除此之外，日前白俄罗斯总理也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将放弃以美元支付的能源供应，正在合作制定新的石油供应定价公式。但石油市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延伸到全球的商品市场，同时也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保险单。于是美国坐不住了，拜登政府更是擅自决定对外宣布，将在3月28号、29号这2天在华盛顿举办一场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尽管美国目前对拉拢东盟各国充满了热情，但反观东盟这边却是反响寥寥。毕竟拜登定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尴尬，之前也没有和东盟商量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一起开会，就自己先定完了，直接无视其他国家的意见。美国突然这么积极的想要和东盟之间展开进一步接触，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无非就是拉拢东盟国家和合作伙伴一起应对中国。实际上，东盟国家也清楚得很。拜登此次开会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方无非就是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构建起自己的印太战略，好对付中国。过去，美国曾通过策划钓鱼岛和独岛之争，搅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另外，在中国还一度和东盟国家筹备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构建中国与东盟贸易结算的亚元。但紧接着，菲律宾便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使得亚元也没能搞下去。而这背后自然也是美国做的小动作。像韩国在美国的授意下，1意孤行的部署萨德后，朝鲜突然就多了一款名为火星8的导弹。这款导弹形似中国的东风17，极有可能是一款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朝鲜已经装备了这种导弹的话，在不用中国出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朝鲜军队单凭自己就可以无视美国的防御体系，直接威胁到驻日美军。要知道，美国制衡整个东亚的核心其实就是驻日美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至今都没有完全搞懂高超音速导弹，几次试射都失败了。结果朝鲜在没有几次试验的情况下，1次试射成功就掌握了这种先进武器。要说这背后没有高人相助，恐怕很难让人相信。所以这次美国海关扣押中国李宁的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在接下来很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都还没从俄乌战争中脱身，想要对付中国，恐怕精力有限吧。